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2025年全年，新加坡港务集团 PSA 在全球处理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惊人的 1.05 亿个标准箱，这意味着全世界的货物都在疯狂地涌向新加坡，尤其是新加坡本地码头吞吐量达到了4466万箱，增长率高达 8.6%。在很多港口都在为增长发愁的时候，新加坡不仅创了历史新高，还稳坐全球第2大集装箱港口和世界第1大加油港的宝座。很多人会问，新加坡不就占2个马六甲海峡的地利吗？但我要告诉你，地利只是入场券，真正让全球航运离不开新加坡的，是它给出的那份无可替代的确定性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新加坡港口就像是全球贸易的一根定海神针。你可能想问，新加坡到底凭什么让全世界如此依赖？它的底气来自哪里？接着往下看，我们一起揭晓为什么说全球航运越来越依赖新加坡。大家想想，2025年这一年，红海局势反复，关税战阴影笼罩，全球船东最怕的是什么？是延误，是堵塞，是不确定性。而新加坡港口扮演的角色，就是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垫。当航线因为避险而绕道时，新加坡凭借超强的转运效率和连通性，成了船队最佳的延误补偿港。简单来说，哪怕你在别处耽误了时间，只要能进新加坡港，这里的高速周转就能帮你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。大家都说，只要新加坡港不堵，全球贸易就不会断。这种中流砥柱的地位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，而是靠几十年如一日的零差错运营攒下的口碑。新加坡的高效与靠谱就是最昂贵的竞争力。说到效率，就不得不提现在正如日中天的大士港口 Tuas Port。 2025年大士港的吞吐量轻轻松松突破了1000万箱的大关，12个泊位全线开火。但这还只是开始，2026年大士港还在继续扩建。大家别误会，大士港的强大不是靠堆人头，而是靠它那颗智慧的大脑。它是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港口，满地跑的是 AI 驱动的无人驾驶拖车 AGV， 头顶上是全自动化的轨道吊。即使面临红海航线重开可能带来的像集中到港压力，这种全自动化的系统也能像精密时钟一样，把船舶的周转时间压缩到极致。这种降维打击式的技术优势，让新加坡在竞争中领先了不止一个身位。它不仅是一个更大的港口，更是一个更聪明、更懂预测的智慧中枢。新加坡的底气还来自它对未来话语权的掌控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新加坡是世界第1大加油港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新加坡正在悄悄地把加油站升级为绿色能源中心。2025年新加坡的船舶燃油销量创下了5677万公吨的新高，其中替代能源的占比正在爆发式增长。就在2026年第2季度，新加坡还要发布液化天然气 LNG 加注的最新技术标准。这意味着未来全世界那些跑长途的绿色动力船，无论烧的是 LNG 生物燃料还是氨能，都必须依赖新加坡的供应标准和设施。新加坡正在把自己变成全球零碳贸易的充电桩。这种从传统航运向绿色航运的成功转身，确保了哪怕未来能源结构变了，新加坡依然是那个谁也绕不开的核心节点。一个港口撑起一个国家，这在新加坡绝不是夸张。从吞吐量到船舶总吨位，再到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4大传奇注册国，新加坡在2025到2026年交出的这份成绩单，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展示它的海事肌肉。只要全球化还在继续，只要贸易还在流动，新加坡这个超级枢纽就会持续散发它的光芒。看完新加坡港口的硬核实力，你觉得未来还有哪个城市能挑战新加坡的航运中心地位吗？
面对2026年复杂的关税环境，你认为新加坡这种枢纽策略能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探讨新加坡这个岛国的生存智慧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